若是楚风在此，定会激动不已，因为这位老太太便是他四处打听却未能寻得踪迹的奶奶。只是皇甫战天可不认得楚风奶奶，就算认得，他也同样不会改变态度，因为他发现这老太太不简单，难怪一路走来什么结界都没看到，可能是被他破开了。皇甫战天目光谨慎地打量着楚风的奶奶，想确定一下对方修为，但却观察不出来，这让他更加慌了，不由升起一丝退意。可他并没有走，他的符纸已经无法支撑他再寻找新的藏匿宝藏之地，此地是他唯一的机会。而他的观察虽未看穿修为，但却也是发现楚风奶奶是在修炼，且很是专注。于是皇甫战天心生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先是取出了一张符纸，符纸捏动形成隐藏阵法，将其覆盖，又取出一个陶罐，随后蹑手蹑脚地走到岩浆边缘处，催动法诀，此地的岩浆之力便开始进入那陶罐之内。岩浆面积之广，形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火红汪洋，整个岩浆表面都在滚滚翻腾，因此这里本就十分吵闹。皇甫战天所引起的动静实则微乎其微，很难引起注意。可忽然一道火焰飞射而来，不仅将隐藏结界洞穿，更是将那陶罐轰得粉碎。刚刚收集的岩浆也是回落而去，唯有少部分溅到了皇甫战天的身上。虽说那是修炼之物，没有让其负伤，可这让自己狼狈的一幕还是让皇甫战天怒火翻腾，因为他知道那火焰正是来自那名老太太，但他强忍怒火并未发作，反而是对着那老太太抱了抱拳。这位前辈，我尊你一声前辈，是因为你看着比我老，但不代表你的资历比我高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远古种族皇甫天族族人，我名为皇甫战天，想必你也听过皇甫天族的名号，但世人所见不过是我皇甫天族的冰山一角。我皇甫天族强者辈出，真正实力还未展现，而我皇甫战天乃皇甫天族建族以来第2强的天才。不过我皇甫战天是一个讲道理之人，既然是前辈你先来的，那我也不与你抢。这样吧，此地剩余的修炼资源分我3成可好？皇甫战天此话落下，楚风奶奶虽依旧闭目修炼，但却也随之开口，只说了一个字：稳。听闻此话，皇甫战天神色一僵，旋即手扶额头，低声轻笑：你刚刚的攻势乃3品天神，这个修为确实不凡，当今世上哪怕远古之中也是顶尖。而我皇甫战天虽是1品天神，可我的血脉却是传说中的天之将品。话音至此，雷霆自其体内飞奔而出，形成绚丽的雷霆铠甲，附着于其身躯之上。同时他将扶住额头的手掌放下，一道雷纹更是霸气非常，轰的一声，他的气息释放开来，顿时充斥这片浩瀚的岩洞世界，就连那浩瀚的岩浆都被那气息搅动，掀起滔天巨浪。此时威势毁天灭的。现在再问你一遍，此地资源我分3成，你是否同意？一道火焰从天而降，因为太快，皇甫战天都没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。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自己已经离开了岩浆边缘，身躯狠狠地定在了岩洞的墙壁之上，先觉得头昏眼花，随后阵阵痛楚自全身各处传来。不用猜想，只是那咔嚓咔嚓的声音，他也知道全身的骨头都碎了，他的胸前以及面部都有轻微烧伤。可他先前感受到了毁灭性的灼烧感，若是对方愿意，那团火焰完全可以将其烧为灰烬。对方手下留情了。想到这里，皇甫战天赶忙从墙壁中爬出来，落地之后恭敬地施以一礼：前辈，是我没大没小，属实打扰了，刚刚的话您就全当没听见，我也绝不会将您在此闭关之事传出。祝前辈神功大成，早日出关。晚辈便先退下了，前辈别送，我自己走。这番话语说完，皇甫战天便赶忙转身一个弹射起步，快速地从岩洞飞掠而出，也离开了这空间世界。但从空间世界飞掠而出后，他却贴心地将自己用符纸割开的空间门封闭了起来，避免其他人发现此地。做完这些，皇甫战天便脸色巨变，随后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自其口中喷涌而出。只是这一瞬间，他的脸色便如死人一般。尽管烧伤是轻微的，可是先前那一击却不仅将他全身骨头震碎，也对他灵魂造成了极强的伤害。他恍惚了，有些无法确定对方到底是不是3品天神，不然自己堂堂天之将品，将修为提升到3品天神后，战力也是十分强大，怎会如此不堪一击？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存在？我却从未听闻过，是何方势力的人马？天剑圣宫，还是……皇甫战天认真思考，将自己脑海中的那些顶尖人物全部翻了个遍，但却没找到这个人物。不过他未支撑太久，便只觉两眼一黑，旋即身子一歪，便昏死了过去。其身躯原本缓慢漂浮，可忽然被一阵星空暗流卷动，跟随暗流快速地向一个方向漂浮而去。楚风带着王强通过9天密地赶路，眼下也是进入了空间隧道之内，向图腾天河赶去。隧道内，楚风与王强皆是盘膝而坐，王强是在修炼，楚风则是在观察自己的丹田。楚风在此之前已经清点了从洪魂宗那里获取的战利品，有价值的宝物不在少数，只是可惜能够修炼的却并不多。楚风准备回头拿着这些宝物去找武者商会会长，去他那里换些修炼资源。当然，楚风也有认真观察自己从神之时代内所获得的神秘铁片，
并且楚风已经有了一些结论：这块铁片正常的参悟方法无效，需要用自己的天雷血脉的血脉之力来进行感受才能参悟。楚风还发现这块铁片与自己的血脉有些关联，而经过一路的参悟，楚风终于有了新的线索。他确定这铁片不仅与自己的天雷血脉有关，并且还是一种特殊的修炼方法。此物提供的修炼方法不是用来修炼武技，也并非秘技，也不是神技，而是一种极其强大却极其危险的手段——血脉暴走。